这是近几年考古出土的秦国建弩，它的误差值加在一起最多也不超过 0.2 毫米，和我们现代的机床加工精度可以说是相差无几。而在秦国之后的1000多年历史中，达到这种精度的箭头考古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地层考古研究员拿出了一份奇怪的报告，说我们的历史确实存在着倒退，有证据表明战国和秦朝老百姓家的房子都是以瓦房为主，而汉代以后的2000年历史中，瓦房竟然消失不见了，茅草房的占有率高达97%，直到近50年才重新恢复到秦朝的瓦房为主。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是世界唯一一个具备5000年发展历史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明，并且还是人口大国，为什么能在近代历史和其他后起之秀签下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款呢？一个是考古发现，一个是历史上真实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一个是近代史，这3点同时将矛头指向我们的历史确实存在着退步。而要说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文化。我今天呢用一个视频就给你说明白。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这是一次新文化运动。而在诸子百家中最显著的要数这12家：儒、道、法、兵、墨、纵横、阴阳、小说、名医、杂农。可以说我们中华大地的文明基础和民族性格它尽出于此，几乎影响着2000多年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语、行为和思考方式。而今天呢，我们只聊这其中2个，儒家和墨家，一个是贯穿华夏历史2000年走进我们教科书的学科，一个是没有得到君王重用而在历史中神秘消失的流派。但是这2者呢，它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墨家的第一位老大墨子曾经也学过儒学，他就对儒家所构建的等级社会非常反感，于是他另立门派，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家学派在鼎盛之时，几百人就能左右国家命运走向，掌握着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和最先进的机关术。他们一声令下，不惧生死，有着超强的信念感，并且提出的思想基本都是反对孔子、反对儒家对立的存在。而墨家在当时他们有多厉害呢？秦国在弱小的时候和墨家合作，不到10年，墨家就把秦国发展到了最强的国，随后就一统天下。而墨家文化就连今天都能找到资本的影子，也能找到国富论的因素，可以说依然是世界2大核心阵营的主流学说。那么这么厉害的墨家文化体系，我们为什么自己不用？说到这里我们就深度了解儒家文化的利弊。儒家思想它主要重视的是护卫皇权，把人分成等级之后，再用仁义礼智信的方式对中下阶级进行压榨和剥削。而墨家思想它完全相反，它不分等级，更注重的是如何帮助贫苦百姓翻身，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墨家和儒家它有着天壤之别。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儒家它提倡的是守孝制度，是墨家最为反感的。儒家提倡呢，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并且在这3年里不可以参加任何的劳动，不管你是在外漂泊，还是做生意，还是身有官职，都要守孝3年。如果不守孝，或者守孝期间参加劳动，就不算是孝子。如果不是孝子，在当时儒家笼罩的社会里可以相当于今天的老赖。墨子对儒家的守孝制度可以说是痛恨不已，说后人如果都学你们儒家，那就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墨子他主张的是节葬，强本节用，谋发展，更主张生前尽孝，死后节葬，把劳动和生产要永远都放在第一位，提倡人定胜天。所以我们的历史在汉朝之前没有记载说哪个草原民族欺负过中原，而战国时期随便一支队伍都能击败匈奴，而汉朝之后的历史却完全不同。草原民族居然成为了我们最大的威胁，最典型的就是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敌羌纷纷杀入中原，当时汉族几乎被。而为什么我们之前就能打得过草原民族，之后就不行了？它就是因为儒家笼罩的社会，守孝制度和仁义道德这种阴霾，导致老百姓生产力跟不上，饥荒不断，长期这样导致身材矮小，调动不起积极性，都想着怎么能吃饱饭，所以战斗力它直线下降。而儒家的等级制度，如果你要是详细了解，它最为残忍，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影响到今天。士农工商，男尊女卑，嫡庶官民，一切都要分成3、6、9等，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士农工商导致商人创业者在历史上地位极其低下，就说今天一个吃公粮的人，哪怕工资再低，他也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如果你也是这么想，那就去感谢孔子，感谢儒家思想。官民分等导致官官相护，老百姓没有正义可言，打不赢官司郁郁而终。男尊女卑让女性地位极其低下，而裹脚这种陋习在我们的历史居然存在了1000多年。我们可以上网了解一下裹脚是如何进行的，将女人的脚趾骨折断碾压在一起，还说什么3寸金莲，这简直就是荒诞。分完等级之后，儒家又说人要信命，出生什么家庭你一辈子就会是什么人，包括你的下一代、祖孙3代、世世代代永远都不得翻身，反之贵族呢就永远都是贵族。而墨子提出的人人平等非命，不仅不要信命，还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提倡人定胜天，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墨家思想一经问世，迅速积累广泛民众，
最高峰啊，墨家弟子可达10万之众，都是来自于石匠、手工艺者和底层百姓，甚至还有奴隶阶层。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有人说是商鞅变法，有人说是依靠秦国的100万雄师，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底层的驱动力，因为不能单独存在，而真正的底层逻辑是墨家文化。到了明朝，儒学可谓是盛世，然后提出呢，国家危难和老百姓没有关系，然后又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快饿死了，命悬一线了才要反抗。这也导致8万满洲兵入关，就打败了300多万明朝的军队，并且还是在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投降的太多了，内奸也太多了，没法打。后来到了清朝，皇权为了巩固地位，再次把儒学推上顶峰，而清朝晚期的历史我们就不多说了。而再看我们先秦时期的墨家弟子，一声令下，无畏生死，为了信义，包括巨子在内的守城士兵可以全部自尽，这种精神啊，和儒学相比，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如果伴随我们历史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墨家文化，今天我们会是什么样？在全世界绝对是碾压第2的存在，版图大到你一定想不到。墨子在2300年前的先秦时期，他就反对世袭制，提出尚贤，看能力不看血脉，这样会影响发展。后来直接被皇权所封杀，可没有想到2000多年后依然实现。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但至少不是一家幸运，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这就可见墨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可谓是多么的先进。有人说墨子啊是上天送给华夏最好的礼物，但是我们没有用，所以墨家的思想才是帮助到我们短时间内提高的核心手段。这本图文版的墨子彩图翻译注解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尤其是有孩子的，只要认字了就要看墨子，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出现了一位极其神秘的人物墨子，他仿佛就是一个穿越者的存在。墨子初期呢也学过儒家文化，他对儒家的繁文缛节非常的反感，并且在当时他反对关于一切的儒家思想，于是他就另立门派，开始广收墨家弟子。墨家弟子啊，一般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人，并且他们的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特殊。在庄子的天下篇中就有记载，墨家弟子他们总是穿着粗陋的衣服和简陋的草鞋。看到这里啊，你会不会认为墨家很穷呢？你要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最强的发明家，也是最大的军火商，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钱。只不过墨家弟子还有一个特别的信条，就是节用。真正的墨家集团呢，是异常的富有，并且在墨子当时的发明里，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的科学家。在古籍《墨经》当中，他不但阐述了经典的力学力的概念，还提出了力动质的定义，还有杠杆原理。墨子当时在那个年代还和他的学生做出过最早的针孔实验，光的指向传播，甚至还提出了原子的理论雏形。墨子说，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而组成的，端它是不占空间的，是物体最小的单位。墨子还认为时间它也有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叫做时。所以当时的墨子，他不仅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同时呢，他还掌握着顶尖的科技力量。墨家生产的连弩车转向机，当时也是成为了战国时期火力最强、最大、最抢手的重型武器。但是墨家的武器，它只卖给守城方，从来不卖给进攻方，这就是墨家的非攻。后人都说，当时墨家的思想是远超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但是历代君王为了好管理民众，一直不让墨家思想流传出去。所以我们到今天呢，从小到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冲击。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图文版的墨子，它不仅内容很全，最主要的还有翻译、有注解、有彩图。墨子这本书啊，我看完之后确实是受益匪浅，对人的帮助是很大的，大家呢可以收藏一本。